停下！樱花要吗？卖花了啊！哎，身上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束玫瑰，哎，搭配的好看一些。哎，好，您稍等啊。您的花啊。好，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去静安医院。好的。快！哎，卖花了啊！哎，玫瑰花。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跟上。哎，看一看了啊，看一看，看一看了。来，这张看一下。停。到了，给，谢谢。哎，好的。你在那边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好的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来给你送花呀。作为上官静云的男朋友，总不来看你，会让别人笑话的。又扯远了吧？不是约好了在愚园路见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有人跟踪我，所以我得改变路线。有人跟踪你？谁啊？方姨，她又开始对我感兴趣了。这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是啊，她之前通过特高课抓捕成名，却没有抓到什么把柄。看来她还是不甘心啊。你总是早出晚归的，难免会引起她的猜测。下次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想先去徐海峰同志那儿汇报一下情况。他上午外出了，下午才能回去呢。那我们就先去愚园路，林川会在那跟我们会合。好，你先过去吧，我收拾一下再过去。哎，方姨现在可能还在外面呢，最好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。好。黄包车。哎，先生小姐慢点啊。去愚园路。好。黄包车，快！哎，来了！快跟上那辆黄包车！哎，好的。孙本中尉对警察们进行了询问，排除了警察内部人员参与袭击的可能。我还是认为，我们要加强对警察的管理。他们的服装从什么地方来？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区域的警察被调走了？这证明警察内部有人在给他们提供消息。你说的我也考虑过，但我们目前正是缺人手的时候。如果全面进行调查，必然会造成警察局的混乱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虽然不信任他们，却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治安。既然这里已经被发现了，我建议田中决另外找安全的地方，把原料转移过去。在我们的控制区域内，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。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谢谢。都走，都走。你日语从哪里学的？跟我家佣人。你们家的佣人是日本人？你别看这小子其貌不扬，他可是个华侨，刚从美国回来参加抗战的。哎，我这不算什么，沈飞，那可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，还得过射击比赛的冠军。家里的生活呢，在香港也是非常的优越。这不抗战爆发了吗？也就回来参战了。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
既然回国，为什么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军队呢？我们去过，不过后来走了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吧，新训营的军阀教官应该会告诉你的。你们当时是跟李子木在一起，是一个新训营的战友。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离开了吧？是，大家都是为了抗战而回国的，可他却在那边克扣军饷、虐待士兵，这样的军队，不是我们所向往的。在我们的军队里，这样的人并不多吧？哼，是吗？我们申诉过，可上级军官的态度让我们更加失望。前面停一下，来，不用找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方毅好像还跟在我们后面，他可真有耐心啊！得想个办法把他甩掉。不用那么刻意，他一会儿得去买菜，没有太多时间。哎，这些水果你喜欢哪个？你那么有钱，多买一些喽。哟，你这有点吃大户的意思啊！嗯哼。老板，哎，这梨跟苹果给我各拿2斤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你真买啊？太太看一下，当然，新鲜的。忘了，今天我们还有客人。哎，太太，哎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，好，来，他走了。李子木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。对于不守时的人，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等了。子木是一个从来不爱迟到的人。他今天之所以迟到，肯定是遇到事情了。你们要不要再等他一下？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他如果来的话，让他直接到孙记修车行找我们吧。哎，那也好，我送你们出去。我说你怎么会迟到呢？原来是跟上官小姐在一起啊！啊，我是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，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。林小姐不会因为这个生我气吧？被跟踪还有时间买水果呀？买水果是为了做掩饰。怎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跟踪我们的是他家的佣人，我们也是要在他面前做足功夫。再说了，他也是为了不引起大家怀疑，才去医院找我一起过来的。剩下的话，我们进去再说吧。咱们这么多人站在这儿，来来回回都是人，很容易引起怀疑。对，林小姐，请吧。你找图纸还是挺迅速的。酿酒厂是我们家的产业，父亲在世的时候习惯把图纸在家里备一份，我大哥接手以后，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。既然你这么熟悉，那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通往酿酒厂的通道只有这一条。那天我跟沈飞进去过，也看见了，日本人的防守很严密。经过这次袭击，他们的防守会更加严密。所以，我们在上一次行动的时候就应该对里边加以破坏。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好办法呢，现在看来，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行动的时机。里面储存的是化学原料，如果真的是制造毒气的剧毒物资，如果我们贸然的进行破坏，会对周边的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我们不能置老百姓的安危于不顾。可日本人正在用这些原料制造对中国人伤害更大的毒气，孰轻孰重，你们应该分得清吧？我们当然分得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可能做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。即便是困难重重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方法。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。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
如何在不伤害老百姓的前提下，成功的毁掉这些化学原料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本来我是想通过利用酒厂的排水系统，把附近河道的水引进来，在爆炸的同时用水稀释这些化学液体。那现在呢？拿到图纸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，因为酒窖排水的方向并不是通向河道，而是通向旁边的一个沟渠，而且最关键是酒窖内也并没有排水道，而是挖了一个渗坑。所以等于没有办法。我们可以自己挖一条水道，直通酒窖吗？距离太远了，而且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活，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根本完不成。半个月的确太久了，估计到那个时候，田中信一都已经带着他的部队离开上海了。既然都没有办法，那我们不如先放弃这里，腾出精力来寻找其他实验室的所在。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最近火柴盒有没有消息？自从车上出事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。依我判断，火柴盒应该是想保全自己，暂停了与我们的情报来往。上海接二连三的发生袭击事件，我们特高课必须要做出反应。给火柴盒回电，让他马上跟我们恢复联系。嗨。看来是特高课对火柴盒产生疑虑了。把这些情报通知给凌霜。火柴盒对我们还有很大的用处，只要能够解除特高课的疑虑，哪怕是付出一些牺牲，也是值得的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发报。去那边看看。有结果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前段时间一直锁着吗？我看现在有人了，进去查看一下。你还没受过日本人的气？咱们这拼死拼活的巡逻，这什么好处得不到不说，还被日本人当作奸细审查了半天。可万一要是咱们辖区出了问题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最多脱了这身警服，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着啊？行了行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把这件差事应付过去就行了。走吧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。要不咱们看看去吧？走。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你赶紧向林队长汇报，闸北区2号监视点设立完毕。是。该想的办法都想了，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。如果我们重新调整方案，绕过酿酒厂，直接找他们的核心实验室呢？这个办法我也想过，我本想通过破坏他们的原材料仓库，逼他们露出马脚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办法行不通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现在酒厂的位置，原来是一个玻璃加工厂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建酒厂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把地面的建筑给拆了，可是地下的管网，他们只是进行了改造。那按照您的说法，这条引水渠依然存在是吧？当然在，只是把进水口给堵了。这个位置离酒窖很近，开挖的话2天时间应该够了。你们做要2天，要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恐怕1天就足够了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已经找好人手帮我们了？当然，周成同志会跟你们会合的，具体情况你们见面以后再商量。
火柴盒解释，因为上海镇内部管理愈发严格，很难找到有价值的情报。难道这次依然没有任何情报？那倒不是，他们提供了一个上海镇内部的联络站点。那我们直接派人去监视就好了，没有必要直接动它吧？不，火柴盒的忠诚与否对我来说更加重要。你马上带人去捣毁这个窝点，以确保情报的真实性。嗨，我去安排。香烟啊，香烟看看啊！赶快离开！嗨。您喝着。哎呦，客官，来里边请。来，请。来。从这儿打一个3米深的竖井，然后向东北偏15度打横井，记住，角度千万不能偏。明白。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这要是我们打，就直接斜着挖下去了，那样会很容易塌方，而且会偏离位置。哦，对了，您别忘了，还得挖一条通道，通往酿酒厂里面的排水沟。放心吧，我都记着呢。测量完毕，从咱们门口的排水沟到对面酒厂大门，总共是84圈，总长度为168米。这些专业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嗨，接着干活吧。沈巍，店老板转移了吗？我已经找人把他们送到车站了，这个时候估计已经离开上海了。还是许老板考虑的周全，这样一来，即使日本人以后追查起来，也不会连累到无辜的百姓。没错。这里面大概什么时候完工？周成说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中午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晚上。但是届时我们要在其他地方对敌人进行一次行动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估计不行吧？明浩和安生要留在这儿，就咱们2个人，很难做到。确实，我得去找趟凌霜，让他们协助我们。看他早上那态度，估计是不能答应。哼，你不了解她，这个女人外冷内热，你好好跟她说，她肯定会答应的。
再说他还欠咱们这么多人情呢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么了解他。行了，跟我一块儿去吧。行，那你们干嘛？哎，好嘞。我们赶到那里，敌人已经离开了。我们带人追击，但是还是让他们跑了。确实有些可惜，不过至少证明火柴盒的情报是准确的。我们仔细搜查，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。你不是说敌人已经把一部分文件烧毁了吗？怎么，你对火柴盒有怀疑？我们曾经命令过他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上海站的情报。显然，他并没有那么做。你别忘了，人都会顾惜自己的生命，他也如此。自保是他的本能。来，把甬道清理好，把那撑板再加固一下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好啊。就这儿了，168米处。我觉得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往后退半米啊？退半米啊？为什么？你看，我量的时候呢，是从水井的边缘开始的，而你呢，是从水井的中心点开始的。水井的直径是1米，也就是咱们中间存在有50公分的误差。哦，还真是的，我把这个给忽略了。怪不得他们一直要让你来配合完成这件事情，原来你也是个行家呀！嗨，行家真谈不上，只不过呢，在机械制作方面也有相关的原理吧。退后半米。对，行，就这儿。来，第一搞你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来吧。大佐，看来敌人是改变了策略，改为攻击我们的运输车队，来寻找线索。难道对方已经放弃了对酿酒厂的行动吗？我个人认为，敌人是放弃了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。有风了，已经挖进了18米了，大家再加把劲儿。好，快来！回头。停。这是情报，接着看。
谢谢。您请。哟，二少爷，您来了。坐。今天我做东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好。我们可没跟您客气，点的都是最好最贵的。是吗？点了什么赶紧上吧。好的，几位请稍等。哎，二少爷，找我们来什么事儿？别着急啊，还有个朋友没到呢。比较清淡。老家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您请吩咐。就是刚刚进来个年轻人，他去了哪间包房啊？哟，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那可多了去了，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位啊？就是在我进来之前，一个穿着风衣、长相很帅气的年轻人。您看，还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种人呢，不给点好处就是不说。哟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是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您钱包不见了，可跟我们没关系啊。您不会是诚心来我们这儿讹诈的吧？你懒得跟你啰嗦。二少爷，可以啊，你把方姨的钱包偷了，她可得伤心一段时间了。二少爷，您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大哥总是不放心我，时不时让方姨跟着我，弄得我做事情很是不方便，所以我就让小光把他的钱包给偷了。这回他出门可得多加小心了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你们也是刚认识，我介绍一下。哎，二少爷，这位是严队长，不用介绍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谁敢不认识严队长啊？行了，你小子少啰嗦。你小子在我局子里那可是挂了号的，不过好长时间没见了啊！今儿个要不是二少爷组局，我以为你小子死了呢。看严队长说的。不过这位兄弟倒是有点眼生啊。敢问兄弟贵姓啊？我叫阿德，无名之辈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他可不是无名之辈，他是汪姐的关门弟子。啊！来，兄弟，来喝杯水。哎，二少爷，您看，这把我们警察、扒手还有青帮的兄弟召集在一起，您这是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曾经都帮助过我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做东请你们出来坐坐呀。二少爷，您可是个大忙人，怎么会有这闲工夫呢？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，您有话就直说吧。好吧，我是做什么的，相信在座的都已经清楚了。我也不瞒你们，我回到上海，就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事情。自己的国家被日本人侵略，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、置之不管？说来惭愧，二少爷找我帮忙，我还收你钱财。哪里？你当时自己都性命攸关，又要顾及一家老小，收钱也是理所应当。二少爷做这事儿，也冒着生命危险，可没听说他收谁的钱。哎，兄弟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说的呢是以前。说实话，我也痛恨日本人，但是单枪匹马的我又能做什么呀？二少爷之前找我做事情的时候，我确实心存疑虑。但是事情结束以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。我现在已经把家人送回老家乡下了。从今以后，只要是抗日的事情，只要是二少爷吩咐的事情，兄弟就是丢了这条性命，也绝不推辞。那我严小丽就更是相信我家二少爷了。二少爷，这几次一直跟您在一起，我相信我也脱不了什么干系了，只能跟您一起啊，一条道走到黑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把你逼上梁山的喽？没有，这我的意思是啊，我确实是痛恨日本人，可是你也知道我严小丽，我一个人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。这虽然说我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干活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是个中国人呐。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，严队长。虽然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
但据我所知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您不也是忧心忡忡、左思右想吗？兄弟，你别误会啊！你要想啊，二少爷的哥哥是物资供应处的处长，你说我能不多想吗？可没成想，二少爷您那是铁了心的要抗日啊！其实日本人看似强大，但是在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劣势。他们只是在军事上优于我们，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共同抵抗侵略者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能把他们赶出中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挺起胸膛，告诉我们的亲人和子女，我们为抗击日寇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们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少贡献。行，这样，二少爷，我就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到底是哪方面的呀？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告诉你。你这是不相信我呀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有我们的纪律。别说是你，就是我大哥，我也不能告诉他。不，严队长想多了吧？我不管二少爷是哪方面的，我信任他，我就一条道跟他走到底。严队长对二少爷不信任，怎么可能？我肯定相信我们家二少爷呀！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。行了行了，严队长，既然大家都想抗日，对不对？既然都相信二少爷，对不对？一句话，以后二少爷说什么事儿，我们照做就是了。你小子这句话中听，就这么办。小三姐，哎，改变行程，我们直接去李师娘酒厂。大佐，为什么？执行命令。哎。车队已驶过蒲山路。孙记修车行。大姨夫去了蒲山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可以呀，这些几乎是我们的所有家当，都给你们拿来了，定当妥善利用。哦，对了，丑话说在前边，这次报国任务比较多，所以可能用完了，没剩多少。舍不得的话就不会全部拿来了。对了，坑道挖的怎么样了？大家都在努力，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了。那就好。另外，你们之前改装那辆卡车也开过来了，就停在后面街上。这次卡车要派上大用场了，我让明浩过去看一下。你们都在上面的话，谁在下面挖？上头给我们派了专业人士，沈飞也在下面。应该差不多就要到9校外的外墙了，加把劲儿。
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想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！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我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，你都没看见，你还怪我？怎么，是不是回想起我跟你说的话，触及内心，感慨万分？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。这越是紧张的时候越得放松，老是绷着更容易犯错误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究竟出什么事儿了？监视组的人员看到田中信一的车队进了酿酒厂。他怎么那么明目张胆地跑到那儿去？不像他的行事风格。我跟你想的一样，如果酿酒厂里面有化学原料，那田中信一一定会有所隐瞒。有一种可能，他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儿就是化学原料的储藏地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防守非常自信，甚至希望我们去攻打他，他能够借此消灭我们。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你会这么做吗？即或我们不攻打酒厂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原料的去向来寻找研究所的位置所在，而实验室才是我们封印计划的核心。你分析的有道理，那他这么做，真实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原以为暗中的这些敌人很快就会被我们消灭，没想到竟然被他们逼得我们如此被动。大佐阁下，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想要消灭他们，恐怕不太容易。可惜我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对方不仅屡次对我们进行破坏，而且对我们步步紧逼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可是属下认为，敌人的很多行动还是在您的掌握当中。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？现在已经逼迫的我没有退路了。大本营的人每每都说要通过武汉战役让中国政府屈服，可是以我看来，即使政府屈服了，这些中国人也不会屈服。看来征服中国的战争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。大佐阁下，这些毕竟是大本营考虑的事情，您就不必太过于操劳。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封印计划的完成？没错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对我们的封印计划产生实质性的威胁。酿酒厂的保卫工作都检查过了吗？啊，都已经检查过了，包括您之前说的排水系统也检查过了。如果这一次敌人胆敢进攻酿酒厂，我保证这里将变成他们的坟墓。坟墓？大雅如此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图谋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他绝对料不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对酿酒厂进行进攻。万一酿酒厂是个圈套呢？即使是，我们也必须去证实。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有危险，随时都会有人牺牲。但是，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追寻封印计划的线索？我当然想过，但是敌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么多时间，让我们从容地进行调查。如今的我们必须要步步紧逼，逼他们主动犯错。好，听你的。沈飞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这辆兄弟订车。
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炸药量太大，会把坑道炸塌的。万一量不够，炸不穿墙怎么办？我跟你认识多久了？我有出现过这方面的失误吗？貌似没有。你是机械专家，我是爆破专家，这方面的事你别跟我争了，行吗？行，听你的，大专家啊。走。快点，胖子。来，胖子，快！小心点。是这儿了，没错。对，就是这里。来，胖子。怎么样，都办妥了吗？妥了，我一下午都在研究这个炸药的分量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那就好。在行动前，我们再来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。前几次我们通过敌人的排水系统进行打击，想必这一次他们会加强防范。啊，那咱们之前的挖掘，那不是白费了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，让敌人以为我们在下水道中遭到了打击，从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突击队从哪里接？我们从这个外墙翻越进去。可是这里距离酒窖入口有点远，中间遇到敌人的话，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。我们可以从酒厂的车间穿越过去，届时你派人进入到下水管道。8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准时引爆敌人的埋伏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从围墙翻过去了。这样，我带领突击队，你负责外围掩护。那怎么行？怎么能让女人做冲锋陷阵的事情呢？你是瞧不起女人，还是不信任我？我可不敢，我们可是有绅士风度的。这享受的事情，女士可以优先；冲锋陷阵的事情，还是交给我们男人吧。好了，这次的行动呢，需要有人居中指挥，而且负责外面的人都是你们的兄弟，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机应变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只是我们行动的开始，那接下来具体安排到底是什么？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些，来，大家看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
使用！看来要想其他办法了。时间紧迫，日军很快就会恢复岗哨，找其他入口。这个啊，这里面。 敌人已经被爆炸吸引了注意力，分头行动。我和安生负责安炸药，你们几个警戒。好，走。出動します。ありません。分かった。警報絡めろ。はい。はい。 把炸药。
在这儿，快，快！快上！哎，老师，坐，喂。这个六助け、早く！はい、来い！すぐ！快！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这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据说，敌人找到了一条暗渠，将河里的水引了过来。我们之前不用说了，今晚谁负责这里的守卫？大佐阁下，今晚值班的是我。小青，快！你们不用担心，日本人追不过来了。今晚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，我们可能全部牺牲在那儿了。多亏你做这样的安排，但是有援军，你怎么提前没有告诉我们呀？其实，好了，你们安然无恙就好了。大家都是一起抗击日寇的战友，我们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明天我们再商议。走。车来的真及时。是徐海峰同志救了我们。大佐，我去调查了一下情况，正如您所料，当时那伙敌人确实被困在街道上。如果不是另外一伙敌人出现的话，袭击酿酒厂的敌人一定被我们全部歼灭。这个还是功亏一篑，被敌人挑走了。我们在酒窖厂里面的那些化学原料被敌人破坏了啊！也可以说，我制定的计划是以失败告终了。这伙敌人竟然侵入到了酿酒厂的内部，而且之前的图纸上并没有标注有一条暗渠的存在。你的意思是，李子航给我们提供的图纸有问题？我去市政部门调查过了，李子航提供的图纸没有问题。这条暗渠是在酿酒厂建造以前就存在的，在改造的时候，那个暗渠并没有标注在图纸上。我在附近的兵站安排部队的事情是非常隐秘的，到底为什么他们及时出现，然后救走他们的？到底从哪里？我的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？你们是如何得知田中信一在酿酒厂附近安排兵力？是江户同志提供的消息。不过，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没有办法再通知你们，所以我只好带人直接奔赴现场。还好你们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这个田中信一确实厉害，我们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，却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步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本来他是想利用酒窖里的原料吸引你们去进攻，他在外围做好伏兵，从而一举歼灭你们。再说，他始终认为酒窖的防守是固若金汤，你们不可能攻克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反其道而行之，强行进入，利用水渠破坏他们的原料仓库。他这次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不过我们也不能轻敌啊！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任何有关风影计划的核心实验室的任何线索。本来以为这次的行动能够找到一些线索，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
原料仓库被破坏了，他们势必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找原料，继续实验。所以，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寻找线索。大少爷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田中信一征用我们的酿酒厂，昨天晚上遭遇了袭击。据周边的人讲，枪声打得很密，而且发生了很多次的爆炸。周边的老百姓受到惊吓了吗？惊吓嘛是免不了的，至于其他的倒没什么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昨天晚上刚到了一批军用物资，司令部那边说他们的仓库用完了，让我们想办法。我当时安排在我们的备用仓库里了。满了啊？可是据我所知，军方所属仓库的使用容量还不到一半呢，怎么会满了呢？他们说，隶属于不同师团，不能放在一起。排长，我们这次摧毁了敌人的原料仓库，下一步是不是要摧毁那个什么研究中心？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啊，着急想回部队啊？是有点。上海虽然繁华吧，但是做什么事都得遮遮掩掩的，不舒服。而且我特别怀念我们在部队作战的日子。哎，头儿，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，你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？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头，沈队连枪法都退步了。是吗？哎，你怎么现在说话跟安生一样，满嘴胡说八道？哎，我的枪法什么时候退步过？我的枪法一直很准啊。行了，那个日军的研究中心，你那边有线索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田中信一的原料被摧毁，肯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补充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寻找实验室的线索。应该是上官静云。好，我去开门。刚才安生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有点想念部队的生活。其实我也特别想念，只是我没说罢了。怎么样，研究结果出来了吗？你自己看。谢谢。2氯胺乙醇碳酸氢钠，这些我都不太懂。你是专业的，这说明什么？2氯胺乙醇和碳酸氢钠都是治疗芥子气中毒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酿酒厂储存的原料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？没错。继续跟踪田中信一，并且对他的行踪进行汇总。是。林队长，这几次战斗下来，我们的武器和弹药都消耗得挺厉害的，希望能够得到武器弹药的补给。我已经向上峰提出请求，弹药补给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你们就去安排吧。明白。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咱们去李子木那儿一趟。不是说好他来找我们吗？嗨，谁来找谁不一样。走吧。好吧。将军，现在上海的军事仓库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师团，他们只存储转运自己所属部队的物资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。有一些仓库是闲置着的，有些仓库根本就容纳不下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根据不同的物资进行分类，综合利用这些仓库的资源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打破各仓库之间的隶属关系，根据需要重新安排。是。大部分的军用物资都是通过上海来运输转运的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根本就承载不了这么大的压力。说的没错，可是要这么做，必须要提前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和方案。既然你是率先提出来的，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完成吧。将军，这件事情事关军方内部，还是由司令部的人来完成吧。司令部的人我非常熟悉，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定一个完善的调度方案。李处长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
秦牧，将军有什么吩咐？通知各后勤部队，把他们隶属的仓库的明细和详细计划交上来，呈给李处长。哎。不过，这些资料牵扯到军事机密，李处长在查阅资料和制作方案工作的时候，必须在司令部内部进行。是。不是说好一会儿我过去的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们不欢迎我们？怎么会？坐吧。你们怎么一个个看着无精打采的呀？酿酒厂里储存的原料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。行动之前，你不是还确认过吗？里面确实是化学原料无疑啊。是化学原料不假，但并不是制作毒气使用的原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里边储存的是治疗芥子气的原料，没那么重要的话，田中信一不会派重兵把守。原料的成分你确认了没有？我勘测过酒厂出来的水样，里边并没有制造芥子气的原料，而且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说，酒窖爆炸以后，日军并没有采取防护措施，而且周围的百姓也没有受到毒气的影响。看来我们又中了田中信一的圈套。原来田中就早就做好了安排，敌人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和精力，到头来都是空忙活一场。酿酒厂是我在外围最后一具堡垒，我本来想利用他们的酒血为封印计划争取时间，可没有想到敌人这么快就破坏了那个酒厂，我的计划也被他们全部打乱了。其实你还想利用酿酒厂给这伙敌人重创。哦，李恩局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你昨天秘密调动部队到酿酒厂附近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你的意图。调动部队瞒不过你，这很正常。可是敌人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那个情报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暗中提供消息？我有种感觉，这个人始终在我身边。相比于那些袭击我们的敌人，他的存在才是最致命的。我得承认，田中信一比我想象的聪明。现在不是你称赞别人的时候，现在是该想想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。我正在想，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，看来我们应该有所改变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田中信一，为什么会在酿酒厂设置这么一个圈套？也许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袭击惊动了田中信一，他把这儿当成消灭我们的地方。我认为不仅如此，在我们发现酿酒厂之前，他们对这里的防护就已经做得十分严密。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之后，才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。的确是这样，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敌人虽然强大，但是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虽然我们破坏的并不是制作毒气的原料，但也是进行化学实验所需要的物质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进行转移的话，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。而且他们很难再找到像酿酒厂这样合适的储藏地点。你们说的都对，但是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帮助呢？了解这些，对我们的行动很有帮助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。虽然还没有想到具体的行动方案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失去信心。越是接近封印计划的核心，我们的任务就更加艰巨。田中信一势必会对真正的原料储藏地点和化学实验室做周密的防护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所有的困难，找到它，并且摧毁它。放心，
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挫折就对你失去信心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。之前我最担心的是你们对我失去信心，这样看来，我就放心多了。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让监视组的人员继续监视田中信一，另外对所有可疑的行踪进行再次监视。好，沈飞会带领安生和明浩配合你们一起行动。那你们呢？啊？哦，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。上官同志会和你们保持联系，我们其他同志也会陆续寻找线索，谁有什么发现，互相通知对方。这样，上官小姐，您直接跟唐队长联系就好了，毕竟你们之前相识，做起事情来比较有默契。你笑什么笑呀？下一步你该做什么想清楚了吗？我大哥现在负责日军的物资调配，我想从他入手，寻找一些线索。李处长，上海方面所有的军方仓库资料都在这里。辛苦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请您随时通知我。谢谢。李处长，好。哦，是呗，大佐阁下，好久不见。你到司令部是来找我的吧？接到司令长官秘书处的命令，让我们把仓库的相关资料送过来。什么？秘书处为什么要各仓库的明细？说是交给调度处李子航处长，他们正在制定新的仓库调度计划。好吧。田中大佐来了，李局长，听说你正在制定新的仓库调度方案啊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晚上新到了一批军用物资，没地方安放，我就给安排在临时的备用仓库里头了。不过这样下去啊，也不是一个办法。李局长，你不觉得自己介入太深了吗？这些军事物资的仓储明细、军事仓库的布局安排，并不是你应该插手的。是我批准的。怎么，田中君对我的决定有异议？将军，属下认为，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，参与协调后勤工作就已经够了，不应该插手我们后勤的具体事务。李处长为了避免遭人非议，在供应处设立了办公场所。在我们后勤部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解决方案。他原本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，是我再三要求下，他才同意的。这怎么能叫插手呢？其实田中大佐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也特别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。但是说句实话，我对这个军用物资储备这方面确实没什么经验，也不太了解。我觉得最好呢，还是再换个人吧。如果你认为李处长做仓储调度方案不合适，那我请问田中君有谁更适合做这个方案？如果将军同意的话，我愿意勉力试一试。如果田中君愿意接手的话，我当然同意。辛苦了。那你们在这儿等候消息，我和上官同志去找徐海峰汇报一下情况。排长，我炸药已经用完了，需要补充。现在不光是炸药用完了，我们的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刚才林双在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？排长是这样的，我们上次找唐顺之要物资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所有物资都给我们了。如果再需要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冒昧了？是啊。上次带我们进黑市的那个阿杰，我们要找找他，他会不会有办法呀？阿杰现在已经不做军火这块的生意，
不过你可以联系他试试，如果需要经费的话，你先让他垫付，回头我给他。好。见到徐海峰同志，应该提一嘴，万一他那边有办法呢？徐海峰同志需要协调的事情太多，这种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的，就别给他添麻烦了。沈飞，特高课在租界有很多耳目，你要注意安全。了解，心里有数。大佐，属下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答应川岛将军接手这个仓库的调整方案。你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吗？属下愚昧。如果不肯接手的话，川岛将军一定让李子航继续担任。我们军方原料的信息都放在这些文件里面。以李子航的聪明，他肯定从中找到了端倪。尽管川岛将军很信任他，我不会冒这个风险。但是您接手了这个，会浪费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哼，为了风云计划的安全，浪费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。我们在上海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如果我们军方这些原料的地方被敌人知道了，那么我们整个上海所有的计划都彻底陷入了被动的状态。属下明白了，那就快去做吧。嘿，阿杰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嗨，什么请不请的，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走。怎么，很重要的事情？我们需要一批军火，你有渠道吗？虽然说都在黑市上讨饭吃，但是隔行如隔山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的？军火生意跟别的买卖不一样，牵扯到各方势力，关系错综复杂的，我只能试一试，成不成可不好说。这个我理解，安全最重要，不能过于冒险。如果你这儿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好。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军火？炸药，威力越大越好。如果你坚持要让你大哥帮忙的话，我保留意见。那你的意见呢？我劝你不要冒险去供应处。虽然你大哥会掌握一些情报，可是日本人肯定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。那如果不从这里入手的话，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暂时没有。其实找我哥不光是问他要线索，也是想去供应处看一下档案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端倪。其实你心里还有一个担心，你担心你大哥被日本人重用以后，而彻底沦为汉奸。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快完成任务。好吧，如果你大哥不同意的话，不要强求，我们可以另外再想办法。放心，他不会不同意的。这阿杰怎么还不出来？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急死我了都！我说胖子，你要真着急，你自个儿进去看看行不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着急啊？你再碰我试试。别吵了，阿杰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，真对不住啊！我找了几个兄弟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渠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辛苦你了。哎，辛苦倒没什么，就是事没办成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啊。
现在怎么办？啊，先回去再说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日军那边想办法。行，走走。喂，我是李元昊。报科长，李子航的弟弟来了公益处。我知道了。本以为你忙得不可开交，看来你还挺悠闲的。悠闲？整个供应处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可以用这个字。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？我就是个编外人员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知道关于日军化学原料的线索。化学原料？这都是军事机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现在负责协助日军后勤方面的事情，对这些应该有所了解。日本人的体系你也非常清楚，我呀不过是负责外围的一些事情。化学原料，我仓库里倒是有一些，不过是一些甲醇呢、乙醇之类的东西啊。不是这种，是研制毒气的原料。啊，这个我还真不清楚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不愿意帮我？不是，我刚才的话说得非常清楚了，我真帮不了你。你查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要破坏它。日军在上海研制毒气，如果成功了，会毒害我们多少同胞？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你就让我去档案室查看一下档案。档案室的资料我非常清楚，你根本就查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再说了，档案室日军戒备非常森严，你如果去了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。不查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怕受牵连，所以拒绝我？我要怕受牵连，我早就告发你了。你要是告发我，我就说你和我是同谋，威胁我呀？你是我大哥，我帮你都来不及，我干嘛要威胁你？就是说，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你都要去档案室。是。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，晚上我自己来，档案室的大门还难不倒我。行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不能去，档案室日本人戒备森严，你如果去了的话，他们会引起怀疑的。这样吧，我让魏平把这些资料都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你在这儿看，你看行吗？还是你想的周全。标记，看标记，是往那边。哎，沈飞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个阿成准备把你们出卖给日本人。这个阿成虽然为人一般，但是投靠日本人这种事情可是犯了大忌。他怎么会想这么做？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看他们早就有这个心思了。本来还想跟他们好好做笔生意。现在看来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必须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也有这个想法，不过他们毕竟是中国人，教育他们可以，不能滥杀无辜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走。这位大哥，这附近有租房子的地方吗？我不清楚，找别人问去。嗨。您看这里外里的就你们两位，我找谁问去啊？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去，我没工夫搭理你。好，来，把枪掏出来吧。
哎，把枪放下，放下。去！过去。别开枪，别开枪。嗯。成哥，听说你要把我们卖给日本人？怎么可能呢？干我们这行也有我们行内的规矩，怎么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呀？啊，这日后怎么在上海滩混呢？再说我也不是出卖朋友那种人呢。阿龙，你说是吧？我在窗外亲耳听到你让你的人去找吴三儿，还不认账？哎呦，我呀，那也是一时的气话，说说而已啊，不可以当真的。你派去的人被我在半道上截下了，一时气话。我们对付想要当汉奸的人，从来不会手软。你这是死有余辜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我没有做汉奸，我只是一时生气，想找人出气罢了。你们饶我这一回啊！我以后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。我发誓，如果我再有这种念头，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！唐老板，成哥这也是一时糊涂。对，幸好也没有铸成大错，您就饶他这一回吧。啊，饶了他，说不定转身就把我们卖给日本人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！我以我祖师爷的名义发誓，我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。还有，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全部免费赠送给你们。日后有什么需要，我都可以帮助你们。是，可以吗？该给的钱我们一分也不会少。你要再敢动当汉奸的心思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你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经手的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。那倒未必，仔细查看，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那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疑点。你们物资供应处会定期采购一些化学原料，分发到日军的各部队。他们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都是合成消毒药水，还有制氧用的原料。因为日军定期会对营房进行消毒。或许吧，但是他们并非生存在缺氧的环境里，要那么多制氧剂干嘛？而且消毒药水的量也很大，用一次足够他们对营房进行几次消毒。即使他们生活的再讲究，也没必要这么频繁吧？这些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那我可不答应，今后我有求于你的地方还多了。怎么，你要吃定我了呀？那当然，谁让你是我大哥呢？喂，这里。李元科长，适应适应。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正好路过来探望一下李处长。哦，那我给处长办公室打个电话，我看他在不在。不必了，我直接过去就好了。啊。让你接手家里的生意，你就是不听，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。李元科长，没答应过你，我还是先给您通报一声吧。你在管，现在出现了亏损，你就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谁让你非得当这个破处长，把家里生意都给荒废了？给我站住！这家里生意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就不能分担一点吗？好啊，那你先兑现你的承诺，把那些日本股东都给清出去。
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那就别跟我谈什么生意的事。你，李元科长，李元科长，非常抱歉，来，请进吧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去找阿杰帮忙，结果空手而归啊！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林队长他们正好要去黑市谈军火生意，然后我们就跟林队长他们一起行动，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。是吗？跟我说说，怎么个大获全胜？那个军火商知道我们的身份，就想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。还好沈飞兄弟机警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。所以你们就黑吃黑，索性抢了他们的军火。哎，你这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我们抢呢虽然是抢了，但是该给的子儿一个都没有少。你那天怎么样了？我去了一趟供应处的档案室，发现供应处定期会给日军提供消毒水和制氧剂，但是我认为部队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量，所以这应该跟他们的化学实验有关系。消毒水和制氧剂，他们要这么多这东西干嘛？我也在想，还没捋清楚头绪。行了，你们先回愚园路的住所吧，我回家整理整理，尽快理出思绪来。行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越是接近真相的时候，越是艰难。我们都在非常努力地查找线索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时间，如果迟迟不能打破僵局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动。行了，不用担心我了。这几天大家都挺辛苦的，借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。走了。走。这是。确定是这个女人吗？还不能确定，不过很可疑。那我们进去抓捕她。慢着，那个女人的身手可了不得，单凭咱们几个根本不是她对手。你马上去给科长打电话，请求支援。对不起，我在等人。我们可能在等的是同一个人。服务生，给这位小姐上一杯咖啡。好的。田中信一的底细调查清楚了没有？对方的身份特殊，得到的几份档案和资料都互相冲突，想要调查清楚，还需要些时间。请慢用。这个人现在对我们十分关键，你务必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会的。啊，对了，关于共产党的情报网络，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？现在这个时间并不适合调查，
这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合作，甚至影响到行动。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你心里一定要有数才行。那我先走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一直在这监视他，他还没有出来。切记，等一下行动的时候抓活他。冲！找到人了没有？我一直在这守着，没看到他出去啊。这里有没有后门啊？后门？哎，过来！说，说，这儿有没有后门？说。有后门，在这儿。快去追！什么情况？太君，一个女人不可能跑这么快，快追！追！你怎么来了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负责这间医院，不准任何人进入。嗨！你带领一些人，仔细搜索，务必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嗨，走！都搜过了，找不到他。只有这个地方没有找过。对不起，里边在手术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们只是进行检查，不会影响手术，请你们马上让开。不行，不要逼我对你们动手，好吗？让开！不让我们进去，一切后果你负担得起吗？让开！不
不行，里面在手术。你不能进去，不行，你不能进。快让开！你继续手术。真的在手术。我去看一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快给我让开！这里是手术室。快点！不行，不能进。威斯院长，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威斯先生，我们正在追捕一名疑犯，现在有理由相信，他就藏在这个手术室里面。我一直在做手术，里面只有病人和医护人员。那里有什么嫌犯？真是对不起，我们失礼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赶紧离开这里，不要妨碍手术。太君，那女的明明就在里边，咱们可不能把她给放了。那个威斯刚才说什么你也听到了，他是不会让我们进去的。他是德国人，我们不得不考虑外交这层关系。太君，那咱们也可以等他们结束之后再进行检查呀。因为今天早晨那个女的已经跟我照过面了。咱们要是放了她，她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弄死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的线索也就断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这样，你们在后面警戒，手术结束之后，对里面的所有人进行严格检查。去吧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给你找个医生？啊，不用，经常的，心脏会突然间绞痛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去吧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去打点水。嗯。病人的床位安排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等手术做完了，我就带他们过去。好。那谁，护士，给我倒杯水。暖瓶跟杯子都在这里，你自己倒就好了呀。你，行，我自己倒。上官医生，你看看这里。手术终于完成了，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威斯院长，手术进行的怎么样？一切都很顺利，病人呢？马上就会被送出来了。他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威斯院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，您可以让他们离开这个医院吗？他们在这儿，气氛真的不太好。上海毕竟是日本人管辖的地方，只要他们不会影响到我们，就不用管他们。可是，小心。
绝对不会饶过你。哎，安城，怎么样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说。那你要说什么？说你他。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心脏病需要急救。来人！哎，啊，把他扶到手术室。里面什么情况？没有任何发现。你的？没有。这边。就是这儿了。这就是反刹车间排放废渣的地方。车间停工以后啊，这个通道口还在。这口不大，但人进去出来没有问题。日本人征调工厂以后，肯定对工厂的里里外外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。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个通道呢？工厂停工以后啊，工人们就用车间的模具，就把这个通道给堵上了。后来呢，他们就从这儿进去拿日本人的东西。来的时候把模具搬开，出来的时候再用模具把它堵上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，日本人就更不知情了。放心吧，孙老板救过我的性命，跟子木也有交情，靠得住。哎，孙老板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信不过您，但是凡事问清楚点总是好的。孙老板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就好了，非常感谢您的帮忙。你还记得我救你的那个废旧厂房吗？到时候我就在那儿接应你们俩。行，那就太感谢您了。哎，走。这里很不安全，我认为还是2个人一起行动比较好。可一个工人总不能背着这家伙到处走吧？当然不能，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另外，在行动之前，我们必须要设置好撤离路线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，病人已经死亡了。混蛋！刚才好端端的一个人进去，怎么会这样就死了？啊！治疗心脏病的是管制药品，除了日本医院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我们只能进行心脏的。够了！谢谢。尸体由你们医院负责处理。我们走。刚刚是你动了手脚。是，我发现他有心脏病的迹象，所以在暖瓶中加了阿托品。其实他刚刚已经对我起疑心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肯定难逃一死。我上次就不应该心慈手软，留下这个祸患。你的决定是对的，在没有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之前，我们不能滥杀无辜。不过这个人也是恶有恶报，甘心为日本人卖命，死后，
日本人连他尸体都没有处理，直接扔给医院了。他已经死了，心脏病突发，不过特务没有怀疑。进来。根本看不到里面。大概是唯一的入口，可日军的岗哨在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去。何况日本的岗哨不止大门口的2个士兵，一定还有其他暗哨。这样看来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我觉得，这很有可能是田中信一设的圈套。哎，你们2个干什么呢？哦。我们刚卸完货，在这歇会儿啊。你们哪个车间的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？啊，我们是端押车间的，刚来不久，跟您没照过面。嘿嘿，你这谎话说的也太不巧妙了。我就是端押车间的工长，车间来新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说吧，你们到底什么人？我们是来对付日本人的。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别动！老爷，别！你们赶快跟我走。如果日本人发现你们把合格的产品都废料堆里，产生怀疑，你们就麻烦了。别犹豫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别耍花样，否则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把货卸在这儿了？我们马上就给抬走。快！哎，快走吧。大哥，谢谢你帮了我们。嗨，跟我你就甭客气了，你俩胆儿也太大了，大白天就跑厂里边干什么呢？晚上更危险，白天反而有机会。日本人警惕性没那么强。哎，你们来厂里边到底干什么呀？前2天，日本人在车间门口枪杀了一个中国人，我们要查清楚他们在车间里到底做什么。日本人也太卑鄙了，那小刘不过在车间门口停留了一会儿，就给枪杀了。事后呢，我一直在观察那个车间，跟其他车间没什么两样啊，也在制造一些什么器具，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。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日本人不会加强对工厂的防守，更不会杀害只是在工厂停留的工人。大哥，你见过他们加工的器具吗？这个倒没有，给车间干活的都是日本人。这个加工好的器具呢，他们已经装箱拉走了。即使有报废件呢，他们也是自己亲自销毁。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到车间里去查看一下？办法？办法有一个，不过太危险了。大哥，你不用考虑这个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不怕危险。你说吧，什么方法？管道，各个车间的管道都是相通的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管道运动到车间的上方，从上边观察下面车间的情况。沈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既然来了，就查到底。小将军，通知中川精一没有？已经通知了，不过为了他的安全，特地让石野君带领几名特战队护送他过来。好的，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。属下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川君来到端押车间呢？我们加工好的容器呢，还没有达到中川精一的要求，所以我要他亲自过来，瞧瞧问题出现在哪里。如果这个难题能解决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。
能打个。太君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些管道年久失修，排放的蒸汽泄漏了。你们赶紧把它修好。嘿，马上想办法，快过去修！来了。是日军的一处普通工厂，跟风影计划未必有联系。如果只是日军的普通加工厂，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？或许你说的对，他们就是要做一个圈套，吸引我们过来的。或许吧。依我看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探究下去了。是田中新一的车队，你能确定吗？我跟踪他很多次了，不会有错的。既然他们来这儿了，那这个加工车间跟风影计划肯定有关系。再看看。军圈到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应该很快就到。那你在这里等着吧，他到了以后立刻带到车间里面去。嘿。真是他！早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儿的话，我就应该把狙击枪带在身边，我一枪我崩了他。或许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一次机会。但是我身上只带着手枪，用手枪很难一次击中要害，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错过今天，今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。可这儿只有我们2个人，干不干？干！这次加工的进度比以前好多了，肯定会满足中川军的要求。大佐阁下，以我们目前的车床和材料，这已经是最高极限。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需要，那恐怕只能飞到日本本土进行加工。大佐，中川军到了。大佐阁下，中将军，这是我们加工好的弹场样品，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。哎，等一下，无论成与不成，全部子弹打完马上撤。非常好。野火！中川军，中川军！阿西达！敌人火力太猛了，我也和你先走。说什么呢？要走一起走，走！中山君，中山君，中山君！攻撃開始！全員伝え、奴らを全体殺せ！はい、行くぞ！金は全員揃えて戦闘開始だ！こっちだ！
ですよ。敵を殺せ。はい、行くぞ。行くぞ。はい。沈飞啊，这样的弹药还有吗？这是安生制作的样本，只有这一个。我弹药也不多了，我也是。你先走，我掩护。这种情况，咱俩谁也走不了。师爷，打住一下！敌人已经快要丧失战斗力了，命令部队再次发起进攻，别忘了尽量抓好口。はい、射撃をやめ。3人全員進め。不行，咱们得帮他们一把，要不然他们逃不出去啊。可是我们没枪没炮，该怎么帮啊？走，咱们打开蒸汽阀门，快走！现在冲出去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好，我数到3，咱们一块冲出去。好，1、2、3。投降吧！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对，唐顺之，你我都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2个人同时都出去的。你必须要活着出去，把这里的事情告诉子木他们。走啊！